陳仔身邊有幾位足球教練都有膝頭痛、膝關節炎嘅問題。呢段片我係為佢哋而準備，希望幫到佢哋。點解膝頭哥痛同埋膝關節炎喺退役足球員當中咁常見？有咩情況會增加患膝關節炎？膝關節炎能唔能夠減低痛楚？可唔可以避免？有冇得醫？呢個陳仔少少頻道就係去揾一啲觀察、理論同埋實驗嘅科學報告，幫大家 fact check， 深入淺出，向各位講解世界嘅小小知識。2017年，英國諾定咸大學研究人員喺英國醫學雜誌發表咗一項研究，前職業足球員膝關節痛同埋相關風險因素。研究人員透過郵寄問卷嘅方式，對英國1200名前職業足球員同埋4000幾名普通市民進行評估，結果顯示52.2%前職業足球員有膝關節痛，而一般男士為26.9%。另外，佢哋邀請咗部分人去做膝頭哥 X 光嘅檢查，當中發現膝關節炎嘅百分比喺前足球員裏邊有64%，一般人35.2%。2021年，同一個研究團隊進一步調查前職業足球員膝關節炎嘅原因，膝頭哥受傷係膝關節痛同埋膝關節炎，甚至乎要做換教手術嘅最強風險因素。嚴重嘅膝關節受傷定義為因為膝痛、韌帶或者半月板受傷而缺席所有訓練同埋比賽至少3個月。除咗職業足球員之外，膝關節受傷、體重指數 BMI、其他高風險職業例如煤礦工人或者地氈鋪設工人，先天性膝關節畸形都與膝關節痛、膝關節炎顯著相關。2024年有文獻整合咗11項研究報告，涉及超過1800名足球員同埋超過4000名對照組嘅普通人。職業同埋業餘足球員嘅膝關節炎比率較高，但如果將膝關節受傷嘅因素排除在外，即係拎走咗呢個因素之後呢，足球員同埋對照組嘅膝關節炎比率並無顯著差異。以前有膝關節受傷嘅歷史嘅足球員患膝關節炎嘅風險係高於冇膝頭哥受傷嘅足球員，所以呢一篇回顧表明喺冇嚴重膝關節受傷嘅情況之下，踢足球並唔會增加膝關節炎嘅風險。另一項喺2010年嘅回顧文章包括咗85項研究，發現咗老人家膝關節炎發病嘅因素，包括肥胖、曾經膝關節受傷、手指骨關節炎、女性以及年紀大。另有研究發現，有啲運動係比較多膝關節炎嘅，包括足球、精英級長跑、競技嘅舉重同埋摔角。有一項統合分析報告，肥胖 BMI 大過30，患上膝關節炎嘅風險增加5倍；超重 BMI 大過25至29，增加2倍風險。BMI Body Mass Index 體重指標係用嚟分析體重係咪適中嘅最常用方法。計算方法係體重指標等於體重除以身高再除身高。研究表明，體重減輕約10%之後，膝關節疼痛可減輕50%。減輕體重亦都可以令到膝關節炎嘅風險降低50%。點樣可以減體重？請大家睇返我之前嘅影片。之前提到體重指數 BMI 膝關節受傷同膝關節炎有顯著嘅關係，咁足球員膝關節受傷係咪唔能夠避免嘅呢？2023年一項統合分析納入咗3項隨機對照試驗，共有3800幾名參加者。呢啲隨機對照試驗都採用咗FIFA 11+受傷嘅預防方案。呢個動態熱身持續嘅時間不少於6個月，結果係同進行常規熱身運動嘅對照組相比，採用咗 FIFA 11+預防受傷方案嘅球隊，膝關節受傷發生率降低差不多一半，47%。FIFA 11+受傷預防嘅方案可唔可以降低足球員前十字韌帶 ACL 受傷嘅發生率？喺2017年一份研究揀咗65支球隊，然後將佢隨機分配，34支球隊為對照組，當中有850名球員；另外31支球隊為介入組，有675名球員。介入組喺訓練同埋比賽前進行20分鐘嘅動態熱身 FIFA 11+，堅持咗成個賽季。結果顯示呢一班介入組喺2級聯賽嘅球隊有做 FIFA 11+呢個動態熱身，球員前十字韌帶嘅受傷發生率比較低。FIFA 11+係一套完整嘅熱身計劃，目的係減少14歲以上男女足球員嘅受傷。研究顯示，每星期至少做2次 FIFA 11+呢個動態熱身嘅球隊，球員受傷減少
30%至50%。FIFA 11+裏邊有3部分，第一部分係跑步練習，有6組動作，每組做2次；第二部分係力量增強式訓練強度同埋平衡，6組動作，當中包括四頭肌、大腿後肌肉同埋核心肌肉嘅訓練。第3部分係跑步練習，有3組動作，每組做2次。膝關節嘅結構包括骨、韌帶、軟骨、半月板同埋肌肉，而膝關節嘅肌肉有四頭肌同埋大腿後肌肉。大多數人淨係訓練四頭肌嘅力量，而忽略咗大腿後肌肉。有一項沙地阿拉伯嘅研究，將40名年齡50至65歲之間有膝關節炎嘅患者分為2組。第一組接受熱敷大腿後肌嘅伸展運動，同埋再加四頭肌、大腿後肌嘅肌力訓練。第二組接受熱敷大腿後肌嘅伸展運動，但係淨係做四頭肌嘅肌力訓練。結果顯示，第一組包括四頭肌同埋大腿後肌嘅肌力訓練嘅療效顯著係比第二組好嘅。研究嘅結論表明，喺進行四頭肌力量訓練嘅同時，加強大腿後肌嘅力量訓練，有助於改善膝關節炎患者嘅膝關節疼痛、活動範圍同埋功能。對於膝關節炎嘅患者，除咗 FIFA 11+，有其他多種強化運動方案可以選擇嘅。有一項國際指引表示，各種強化運動嘅方案通常喺6個月內有效改善膝關節炎嘅病情。例如普拉提、有氧運動或者強化運動嘅方案，佢哋建議每星期3至5次，每次1個鐘，持續8至12個禮拜。水上或者陸地嘅運動方法都顯示出類似嘅正面效果。膝關節炎其實有得醫，多年嚟我哋嘗試咗好多方法治療膝關節炎，但係暫時證實有效嘅只有當中幾個方法。運動同埋減輕體重可以有效緩解膝關節炎患者嘅疼痛，同埋改善生活質素。使用拐杖可以減輕關節炎關節嘅負重，從而緩解疼痛。藥物治療撲熱息痛已經被證實可以改善膝關節炎患者嘅疼痛同埋功能。香港指南同埋一啲國際指引建議使用非類固醇抗發炎藥，可以外敷或者口服，不過要注意藥嘅副作用。葡萄糖胺曾經係治療膝關節炎嘅常用補充劑，但係最近大多數國際指引並唔建議使用葡萄糖胺。由於最新一啲高品質嘅研究發現，葡萄糖胺嘅療效比起安慰劑差不多，好多其他補充劑都攞嚟研究治療膝關節炎，但係遺憾嘅係，目前尚未發現有任何有效嘅結論喺膝關節裏邊注射一啲物質或者做手術都可以治療膝關節炎。內容太複雜，我唔喺呢度詳述。如果膝關節炎患者病情去到要考慮喺膝關節內注射，又或者要做手術，我建議佢去諮詢家庭醫生或者專科醫生，聽取適當嘅專業意見。診仔貼士：膝關節炎能夠減痛，可以避免有得醫。第一，膝關節嘅痛同埋關節炎喺足球員或者一般人當中都好常見。第二，除咗職業足球員嘅身份之外，膝關節受傷體重指數 BMI 亦都同膝關節痛、膝關節炎有顯著嘅關係。第三，研究表明體重減輕大約10%之後，膝關節痛可以減輕50%以上，而減體重可以令到膝關節炎嘅風險降低50%。第四，膝關節受傷係可以預防同埋減少嘅。FIFA 11+受傷嘅預防計劃已經證實可以令到膝關節受傷減少47%，而且可以降低足球員前十字韌帶 ACL 受傷嘅發生率。除咗 FIFA 11+，對於膝關節炎嘅患者，有其他多種強化肌肉嘅運動方案可以選擇。水上、陸地運動嘅方法都有類似嘅正面效果。第五，除咗體重管理同埋運動之外，藥物治療同埋手術亦都係治療膝關節炎嘅好方法。希望呢段片能夠幫助我嘅教練同埋各位了解膝關節痛同埋膝關節炎嘅情況。建議閱讀簡單嘅中文版，可以去香港政府嘅網站講關於退化性膝關節炎。深一啲英文版可以睇香港一班骨科醫生寫嘅膝關節炎嘅指引。我會將超連結放喺資料欄。親仔為咗準備呢次嘅題目，睇咗10幾份參考資料，用咗2個星期時間寫稿、錄音、拍片。如果大家覺得呢段片有用，請 CLS 留言、點讚、分享，多謝各位。